Hello，大家好。这一期主要讲一下新手怎么开始 iOS 自动化测试。环境搭建就不说了，之前已经有一期视频专门讲环境搭建的了。那首先准备我们的备测 APP， 可以是任意一个。那本期的话，我就以系统自带的计算器为例，然后准备好测试机，最好是使用真机。当然，模拟器也 OK， 可以在 Xcode 下载模拟器。这里要提一下兼容的问题，看一下 iOS 系统版本以及 Xcode 的版本，决定需要安装的驱动版本。如果版本不兼容，可能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是 IPM 官网摘录的版本兼容信息。我这台机子的 Xcode 版本是15，然后 iPhone 真机是 iOS 18的版本。来对照一下 iOS 18最低的驱动版本是这个，然后 Xcode 15最低版本是这个。看一下我的驱动版本。10.5.1 都是比这个大也比这个大的，所以是满足条件的。假如是更低版本的 Xcode 或者是 iOS 的话，比如说是 Xcode 12，这里最后支持的驱动就是这个版本，高于这个版本的驱动就不支持 Xcode 12了。这里也是一样的，如果是9到14，最大的驱动版本也只能到这个，比这个要高的话，它就不支持了。OK， 然后这里 iPhone 真机的话要开启开发者模式，然后启用这个 UI 自动化，这些都是之前讲环境搭建的时候说过的了，就不再重复了。这个辅助功能的这个缩放最好是也关闭一下。这个工具可以安装一下，就如果安装以后，可以使用一些比较方便的命令，像获取设备信息或者是获取这个 APP 信息等等。这些是手动编译 WDA 的话可能会用到的一些命令。这里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点，如果是 iOS 17或以上的版本，编译 WDA 之后，需要把 WDA 这个安装包里面的 Frameworks 这个目录下以 XC 开头的内容都删掉，要不然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不过有时候不删也可以正常使用，这个我也没有去深究。最好还是删一下。然后来看一下需要设置的最基本的 capabilities。这里我根据 WDA 的不同管理方式列出了几种参数的组合。当然，不管是自动管理还是手动管理 WDA， 前提都是要配置好 WDA 签名相关的一些配置项。这个也是之前在环境搭建那一期视频讲过了。来说一下这些参数，这个就是要测试的平台是 iOS， 然后这是自动化名称，基本上就是等同于驱动的名称了。这个是设备 ID， 真机的话用这个 UDID， 如果是模拟器的话可以用这个 device name， 设备名称，像这样子。OK， 然后这个就是备测 APP 的 bundle ID， 就是备测 APP 的一个标识。就如果只设置这些参数的话，就相当于是 IPM 去自动管理 WDA。IPM 会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是否需要编译 WDA。
比如说，如果之前没有执行过测试的话，它肯定会需要编译一下。如果已经编译过的话，可能就不需要重新编译了，就直接安装，或者是如果已经安装了，就直接启动。当然，这个不是一成不变的啊。比如说，虽然之前已经编译过，但是可能它过期了，这种时候就需要再重新编译一下。这些都是 Appium 自己处理的，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大概了解一下就行。然后这个是使用预编译的 WDA， 这个参数就表示使用预编译的 WDA。然后这一个参数的话是用于存放编译 WDA 产生的一些文件，比如说，最后生成的安装包。也是在这一个目录下的特定目录中，这种情况就需要先手动编译 WDA。看一下这个命令，这里的这一个参数就是对应这里的这个路径，在这里的这个参数这个路径最好是使用绝对路径，因为我之前用相对路径的时候它没有生效。然后这个的话是使用预安装的 WDA， 也就是需要先手动去编译，然后安装 WDA， 这个参数就代表使用预安装的 WDA。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 WDA 的 bundle ID， 就是之前用 Xcode 配置 WDA 这个项目时设置的 bundle ID。安装 WDA 的话，可以用这一个命令，这个就是设备的 ID， 就是 iPhone 测试机的设备 ID。这里是 WDA 安装包的路径。然后这种情况的话是直接附加到已启动的 WDA， 这种就需要手动去编译、安装并且启动 WDA， 然后去设置这些参数。这个参数需要注意一下，来看一下之前的框架图。本身在 iPhone 上面启动 WDA 以后，是会有一个服务去监听电脑端发出的请求的，但是因为 iOS 系统的限制，基本上不能直接通过 URL 去访问这个服务。这个就是 WDA， 它启动的时候会启动一个服务。我这里的这个 URL 其实是 Appium 在电脑上启动的一个服务的 URL。localhost 代表的是电脑本机，这个服务接收到客户端的指令后，再转发到手机上的 WDA 的服务。但是使用这一个参数的话，就需要自己去做端口转发。也就是用这一个命令去做端口转发。前面这个8100是电脑上 Appium 相关服务的端口号，后面这个8100是手机上 WDA 监听的端口号，基本上是不会变的这个。然后这个参数的话，是指手机上 WDA 监听的端口号。根据官方文档的描述，这个端口号最好指定一下，不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有异常。这几种参数组合，从稳定性来说，我还是建议使用预编译的 WDA， 就是这个。好，现在开始写代码，还是用 Python， 像之前的安卓自动化一样，先建一个项目，名字随便起吧。这里默认是新建一个虚拟环境，打开终端。由于这个虚拟环境是新的，所以需要安装一下 Appium 的客户端。
然后新建一个 Python 文件，名字也是随便起。就我是测试计算器，把官网这个示例复制过来。不过官网这个示例它是安卓自动化，我们可以改一下。这里等会再去获取设备的 ID。那获取计算器的这个 bundle ID， 我这里记录了一个命令，前面这个就是 bundle ID， 这些都是不需要的。然后我刚刚是使用预编译的 WDA。还有这个路径，这里也要改一下。然后这个测试用例的话，比如说我是要测试加法，然后去看一下都有哪些元素。那首先需要编译一下 WDA。这里顺便提一下，其实之前搭建环境的时候已经编译过 WDA 了，但是由于我使用的苹果开发者账号是免费的，那 WDA 的有效期就只有7天，所以我需要重新编译。我这里写的这个是相对路径，所以等会编译的话，它会在这个当前项目的目录下去创建这样子一个文件夹，然后生成的文件就是会存在这个文件夹当中。那现在这个路径已经确定了，我这里就可以写一下。你看它这里自动生成了这么一个目录。已经编译成功了。我先去获取一下设备的 ID。启动一下 Appium， 打开 Appium Inspector。因为我这个 iPhone 是 iOS 18的系统，它是大于17的，所以保险起见还是找一下这个 WDA 的安装包，是在这个目录下啊，就这个就是安装包。展开看一下里面的内容，在这个 Frameworks 目录下，把这个 XC 开头的全给它删掉。直接复制一下这个参数吧。
开始绘画。好，那我们要做的是加法的话，比如说2加3等于5，那我们就是要点击2加3等于，然后最后来验证这个展示结果的这一个元素是否等于5。所以的话，我们要分别找到这些元素。就直接用这个查找元素的方法吧。这不要。刚刚没看错的话，应该都是英文。3，然后看一下显示结果的这一个元素。这里的话，我们就不能用这个方法去查找了，因为它不是固定显示0的，等会你计算之后它就会变了。来观察一下，可以通过它去查找，就是在它的子元素的子元素下面。对，然后最后做一个判断，这是1加3了，那就是4。我在最后这里加一个截图吧。OK， 来执行一下。失败了，没错呀。经过一番排查，发现这个元素里面的文本包含了一些看不见的字符，并且不是空字符，因为我去除空字符后，字符串的长度仍然是2。所以在这里用正的表达式，把不是数字、小数点以及负号的一些字符都去掉，然后再转换成数字进行比较。来执行一下，测试通过了。OK，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了，觉得有用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下期再见了，拜拜。